Somebody help me out. I'm just trying to pass through. Help me out. Help me out. Yeah. 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去乌布看瀑布玩水。那巴厘岛有大大小小知名的瀑布，我们今天要去的瀑布叫特格农干瀑布，它在谷歌地图上有超过2万多条的评价，所以我们骑上小摩托 ，Go！ 看到刚才那个拱门，然后往左手边拐。这里还是。Welcome to 特格农干 Waterfall。这停车要停车费吗？ Hello, so how much for the children? 10,000 for the child, for the adult is 20,000. 大家，我们已经买好票了，成人是2万印尼盾，儿童是1万印尼盾。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信息牌没有？它显示的是这个瀑布园区里所有的打卡项目。那它上面写着早上8点到下午6点，其实已经改了，因为这个票上写着是早上6点半到下午6点半这个开放时间。我们现在去检票。Hello. Okay. 特格农干瀑布呢，它是位于吉安亚的。那从乌布中心骑车过来的话，就是开车过来的话，大概还需要15分钟，因为有10公里远嘛。如果从库塔骑过来，那就更远了，有30公里，至少要1个小时。这个就是第一个景点。其实从刚才停车的位置走到这边，才2分钟不到吧，非常的近。这个瀑布呢，它高有15米，算是乌布最高的瀑布了。那从我们的高度走到瀑布底部，大概还要走5分钟的楼梯。如果不想走楼梯的话，看那边有个电梯，它属于 Oma Bali Club 的电梯。但是要坐那电梯呢，需要是 Club 的客人才能坐那电梯直达到下面的那个 Oma Club 的那个泳池吧那点。其实挺特别的，对不对？泡泳池看瀑布。因为这个特格农干瀑布在巴厘岛瀑布中人气算前3的，所以你看一下，超级多人。这个楼梯还是挺陡的，之前我以为要来jungle的丛林越野，但是没想到全是人工铺好的路。那里有一条玻璃栈桥，但是这个玻璃栈桥它不在这个景区，它在另外一个景区。对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下面了，这边有一个储物柜，跟放那个换洗的衣服，因为又要游泳嘛。这里有厕所跟洗澡的地方。我身后呢就是那个祭祀河神的庙，它有个小小的圣泉池，可以到里面去沐浴净化。这个泳池吧的音乐开得非常大声啊，感觉很嗨。这个是泳池吧的入口吧？看一下它的那个 menu。然后它这边还有几个活动，酒水、冰烫的。Fall in love。哎，有个桃心。哦，这个是用木头那个拼接的桃心，还有木头拼的，当然可以宽坐那个瀑布啊。瀑布在我心中。
瀑布呢，我觉得一定要这种大太阳的时候来，因为如果是雨季来的话，它那个水是有点黄的。但是现在是阳光非常的灿烂，所以它那个水是绿色的，呈现这个绿色的一个状态，是最美的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对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，所以现在今天的这个水都是浑浊的。昨天是绿的，今天是黄色的，而且水量挺大的，比昨天还大。哎，大家都是成双成对了，我冲进去会不好，不和谐。有点凉啊，这水。哇，这个水流还是挺湍急的。我被推，往前推，根本就有点难向前。我看到了，还有 kiss， 有彩虹。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牌 ，Don't worry, be sexy, but no naked。各种可爱的牌。瀑布的右手边，在这里有一条阶梯，去那个瀑布的中层。这边去拍照的地方竟然要买票。Hello, how much one person? Okay, two. Thank you. 它这个拍照需要买票，一个人是2万印尼盾。对，就是去中层，然后去那个瀑布的顶部。这么大，是吧？这是芭蕉扇，不可以jump，注意安全。好壮观啊！站在瀑布中层拍这个瀑布的确是挺好看的，而且蛮壮观的。不过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拍照一定得注意安全，因为这个边缘是没有护栏的。小心！这个路真的是好陡啊！走吧 ，Let's go， 我们去探索下瀑布的源头，要把这2万印尼盾花得值。看我身后这条河呢，就是瀑布的水源发源了。我早上在那个网络上查了很久它的发音，佩塔努河。因为这里的那个它不是分水期嘛，是枯水期，怪不得都没有人上来。这里挺多餐店，除了那个 Oma Bali Club， 还有一个 The Chocolate Club、River Club， 然后还有一些各种的那种小店。那吃饭其实不用愁了。这个景区是没有 ATM 机的嘛，所以来玩的话一定要带点现金。吓死我了！这里好多音乐。我觉得我超级喜欢这个大叶子。这边竟然有个健身房啊，看到没有？好神奇！我们在这里在瀑布举重嘛。然后这边有个小卖部，我们去买瓶水吧，实在太热了。看一下这个外面卖多少钱？我觉得是5000，哈哈。3500。哦，好吧。你们是喜欢那种人工化的景点呢，还是喜欢那种需要江狗丛林探险的那种瀑布？我喜欢这种。你喜欢这种？对。但我喜欢，因为我今天穿拖鞋，走那种比较黑的。我喜欢丛林探险的那种瀑布。我记得这边有个洞穴瀑布，我下次要去那个。这个园区呢，看上去不是很大，但是还是挺耗体力的，因为它非常多那种打卡点嘛，你就会停下来想去拍一拍，因为它都是圈着那个瀑布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刚才看到拱门那边有一个禁止网约车的标志嘛，然后在瀑布范围，就是瀑布景区范围是无法使用 Grab 或者 GoJet APP 来叫网约车的。简言应该就是你可以打网约车到这个瀑布的景点，但是你无法在瀑布这边打网约车回家，你就只能去打当地的车。刚才那个 taxi 我问了一下，这个打 taxi 的小平台。Excuse me, how much to Ubud Palace? Yes, how much? 150. Okay, thank you. 去乌布中心的话，大约要150K， 然后是花费40分钟的时间，就比较贵。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就是
只要离开工作人员的视线范围内，也就是你出了瀑布的那个景区，然后一直直走，再往左拐或者往右拐，走到这个身后这个标志这边，就可以打网约车了。它就基本是看不到，你就可以打网约车了。不过呢，就是要来瀑布玩的小伙伴呢，我建议还是包车来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包车便宜的话200多块钱，那贵的话也就400多块钱以内。然后一天去2到3个景点，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。你也可以只包半天的车，或者是学我们一样，骑摩托车来也是很方便的，就是路上比较晒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瀑布之旅就到此结束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